罗汉拳之勒马暗拳。罗汉拳霸王开弓，我们可以看到誓言能在最后一刻把拳变为了掌，用掌格挡对方的重拳进攻，这让对面的铁木雷异常震惊，能够挡住他这一拳并且不后退的，至今还不超过3人。拳谚有言，拳打软，掌打硬。誓言能之所以以掌代拳，正是因为如果用拳头去硬碰硬，拳面的手指会很容易骨折，很容易两败俱伤，而用掌去打硬，掌在接触硬面的时候，强大的包裹性和震荡性更容易消耗敌人的攻击或者震伤敌人。如果是12年前，誓言能一定会选择以拳对拳，以硬碰硬。但是这些年皈依少林寺，似乎他的性格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不再是曾经那个刚猛爆裂的杀手 K29。提臂架挡顺势挂锤击脸，连续勾锤击腹，双贯拳击胸，勾锤击肋，撑锤拦挡顺势鞭腿踢肋，拖肘架挡顺势膝顶，横肘击胸。罗汉硬气功。罗汉硬气功乃少林内功，通过特殊呼吸训练，可使浑身上下坚硬的拳脚不入，如同金钟罩体，铁甲披身。撑臂冲锤，泼天罗汉手。看誓言能的表情，自信之中透露着些许的轻蔑。这个地方有3个武力超群、令人闻风丧胆的变态杀手：明神金刚、魔石金刚和浴霸金刚。眼前这个2米多的大个，正是浴霸金刚铁木雷。而在12年前，这里曾经逃走了一个金刚，人称战神金刚的 K29，正是这誓言能。誓言能快拳连攻，直取中路，但又手腕被擒，差点吃了一记对方的金刚臂。浴霸金刚身高2.03米，体重350斤，当年靠着他的金刚臂更是终结了无数高手。誓言能虽惊险躲过，但拳风从他的面颊擦过，还是不免让他暗暗心惊。如果真的是正面硬扛，自己是否有把握能挡得住铁木雷的金刚臂？屈臂格挡，横顶肘抱杆，暗掌截膝，罗汉插花，泼天罗汉手击甲，下前摇闪顺势压臂顶肘，横顶肘击心窝，勾锤击肋，勾子腿压膝，盖肘猛击后脑。居然是罗汉拳金刚6路短打。金刚6路短打讲究以上破下，以下破上，直右打左，声东击西，虚实不定。如今在誓言能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，但这浴霸金刚岂能屈服？一身蛮力急促爆发，硬生生拔地而起。没想到誓言能直接祭出了罗汉坐山架，连缠带压把浴霸金刚再次逼了下去。誓言能虽仍占上风，但内心却是越发不安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自己已经多次击中铁木雷的要害，但是铁木雷似乎都只是受了一些表皮伤，并没有对他造成重要伤害。这不得不让誓言能重新审视，这个地方看来比他当初在的时候更加可怕。就在誓言能思虑之际，铁木雷挣脱，一个转身后手重拳把他击退到了墙上。月步正蹬，高扫踢加扫堂腿，转身劈掌加迎面掌，左摆拳进攻，喉轮落。喉轮落是指将一只手锁住对方的喉咙，然后再将对方高高举起砸在地上的招式。这招通常是重量级选手使用。罗汉硬气功护体，架臂格挡顺势冲拳击腹，下拦肘截膝，佛汉锤重击冲门穴。罗汉拳包括有18罗汉手、18罗汉锤、金刚6路短打、大力金刚掌、硬气功，还有点穴术。誓言能以佛汉锤重击铁木雷冲门穴，使其下身短暂麻痹不受控，欲利用这个机会再次重创对方。挑肘重击下巴，大力金刚掌，罗汉摘盔，含掌击后腰，横肘击背，侧踹击背，大力金刚掌拍打后脑勺，跳步盖肘击打大椎穴。看这架势，誓言能是要废了对方的后背。罗汉撞钟。罗汉撞钟是以罗汉硬气功为基础，用肘肩或头撞击敌人的招式。誓言能这一招罗汉撞钟以头撞拳，隐约暴露出了他那 K29 的力气。秦万叠肘，蹬墙助力翻身踢，左摆拳击夹，大力金刚掌，高扫抱头，跳步横肘击颈，腾空双侧蹬顺势头顶前空翻。场外观战的人群无不哗然，虽然誓言能如今用的是少林功夫，但还是有一些人似乎看了出来，这就是当年的战神金刚 K29。力拧锤，分神锤，低式侧踹，
徒步穿掌顺势八卦托天掌，释炎能居然走出了八卦步，这马上引起了场外鹰掌门阴司的注意。原来罗汉拳注重内外兼修，如今武林有多个门派把罗汉拳吸收进自己的拳法体系，鹰爪门、通背拳、螳螂拳、迷踪拳与八卦掌等皆有罗汉拳套路，而阴司当然知道能把罗汉拳和其他门派的功夫相结合并施展出来，这非常人能做到。眼前的这个 K29 显然变得比以前更厉害。蓝臂锤转式翻背锤，撩鹰腿，罗汉撞钟，跳步弹踢基叶，罗汉摘盔，大力金刚掌，撩鹰掌拍裆，逢肘击腹，背掌反抽，转身后踹，跳步吸顶爆头。不得不说，这欲罢金刚真的是太扛打，偏闪捆臂顺势摆拳击甲，蟒蝉灌顶，少林罗汉舞，罗汉摘盔，绞丝腿，下杂肘击肋，我佛慈悲。最后释炎能留手了，放了铁木雷。一旁观战者看的是大快人心，难掩兴奋表情。被铁木雷发现，直接被秒杀了。如今这里做主的人是明神金刚苍生大戒。听闻近5年释炎能以罗汉拳为基础，创出了17秒必杀技，一直想要见识一下，故苍生大戒特意嘱咐铁木雷一定要逼释炎能使出17秒必杀技。铁木雷此举就是要彻底激怒释炎能。罗汉拳霸王开弓，下杂肘，霸王举顶，重摆击夹，睡罗汉，进马膝顶肩关节，左拐角撩踢，罗汉七星锤，铁木雷足。苍生大戒愕然又兴奋，愕然的是连欲罢金刚都没能逼释炎能使出17秒必杀技，兴奋的是如果是自己遇上了又会怎么样。纵观这场打斗，应该是武打演员释炎能为数不多挑大梁的动作戏，在释炎能身上显然可以感受到少林功夫的精神之美和技力之美，他的动作也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观众对于这批第4代武打演员的期望。